释迦牟尼来到民间要饭，没想到却遇见了老熟人。眼前的这名女子乃是名妓波离的侍女。当日在悉达多的婚礼上，波离前来献舞，他曾见过悉达多一面，于是一眼便认出了悉达多，并邀请悉达多进屋享用食物，可却被悉达多给拒绝了。他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什么王储，我也不会到你那里进食，我要回静修林修行了。”侍女不解地望着悉达多离去的背影，如今的他衣衫简陋，确实与过去不同，他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认错了人。悉达多为了修行，不惜抛弃荣华富贵，离开妻儿，可仙人多番考验悉达多，只字未提要收他做弟子，这让悉达多心急如焚，迫切地想要学习禅定。由于悉达多离家苦修，他从前日日陪伴的爱马坎达郁郁寡欢，不肯进食，不肯饮水，很快便死去了。车尼亲手埋葬了坎达，国王得知特意前来为坎达献上鲜花，并感慨道：“一匹马儿尚且记得悉达多的关爱，而我却从没珍惜过。马受不了离别，悲伤而亡，可我却还活着。”国王悲伤不已，一旁的王帝轻声安慰。王储离去，悲伤的阴霾岂止笼罩在王宫，整个迦毗罗卫的人民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对迦毗罗卫的民众而言，战争的痛苦都比不上失去王储的悲伤。没有了悉达多，迦毗罗卫变得死气沉沉，欢声笑语不再，从王宫一直到街上，所有人都悲伤不已。大臣们恳求国王一定要想办法寻回王储殿下，恢复往日的荣光。国王点头应允，许下承诺，他保证一定会不惜代价找回悉达多的。耶输陀罗的父母得知了悉达多离开的消息，火速赶到迦毗罗卫质问净饭王。善觉王一上来就是一顿指责，埋怨净饭王没有阻止悉达多离开，导致自己的女儿年纪轻轻就要守活寡。净饭王毫无底气，甘愿承受着善觉王的怒火。善觉王直言，早知今日，他是绝不会让耶输陀罗嫁给悉达多的。善觉王坚决要将自己的女儿带回天臂城。净饭王只能无奈的应允，但前提是必须要耶输陀罗自己做这个决定。善觉王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怜惜和悲痛之情都写在他的脸上。他希望女儿能和他一起回家，可耶输陀罗不愿回去，因为他向悉达多承诺过，会代替他照顾父母，会照顾好他们的儿子，他还要等悉达多回来呢。见女儿执意如此，善觉王也不再坚持。如今看来，唯有尽快找回悉达多。善觉王找到净饭王，希望他能尽快将悉达多找回。他认为年轻人总是爱冲动的，也许此时的悉达多已经冷静下来。净饭王坦言，自己并非不愿去寻悉达多，只是他太了解悉达多的性格了，若贸然前去给他压力，只会适得其反，令悉达多更加痛苦。提婆达多为了表现自己，也为了更好地掌控这件事，他挺身而出，表示自己愿意代替国王去寻找悉达多。净饭王不知提婆达多的别有用心，还对提婆达多提出了表扬，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万般嘱咐此次寻找悉达多万万不可强迫于他。耶输陀罗母子正在花园中玩耍，他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学会了爬行，可提婆达多突然出现，故意做鬼脸吓哭了罗睺罗。他为了讨得耶输陀罗的欢心，说自己即将为他把悉达多带回来，但耶输陀罗坚信自己的丈夫不会那么轻易地随提婆达多回来。不管提婆达多如何讨好，耶输陀罗都对他百般排斥，这令提婆达多十分的窝火，最后沉着脸离去。出发这天，净饭王和众人为寻找悉达多的人送行，国王的王弟此番也会踏上行程，与提婆达多兵分两路寻找悉达多。耶输陀罗将自己亲手摘的莲花交给王叔，希望他找到悉达多时能将这个信物带给悉达多，若是可以，让悉达多也回赠一件信物给他。王叔接过莲花，许诺一定会将信物带到。悉达多在静修林开始了自己的修行，他将自己乞到的食物呈给仙人看。如今看来，自尊已经不是悉达多修行中的障碍了。仙人满意的点头，让他进食。悉达多来到树下，一边吃着米饭，一边又喂着脚下的老鼠。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，其实早已被仙人尽收眼底。仙人一早起来，见悉达多在屋外席地而眠，便将自己的衣物盖在他的身上。悉达多立刻醒来，急忙将衣服还给仙人。仙人慈祥地告诉悉达多，不要苛待自己的身体，那会成为修行的障碍，并问悉达多夜寒露重，他为何不到屋子里休息呢？悉达多难过地说：“我怎能睡在里面？您还未答应收下我。”
这几日来的苦闷让悉达多忍不住地向仙人询问，为何每次我请求做您的弟子，您总是用笑容回避？仙人微微一笑，转身用他手中的草料饲养牛儿。他缓缓地说道：像你这样渴望修习禅定的人，是导师眼中最理想的弟子。你善良单纯，并且知道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。此言一出，悉达多顿悟了仙人之意，这便是答应收自己做弟子的意思了。仙人微笑着点点头。这天，仙人一共收下了2位弟子，一位是入静修林2日的悉达多，另一位是来静修林2月的月族。月族十分嫉妒悉达多，即便仙人用问题提醒了他，他却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。悉达多耐心地在一旁帮忙解析。仙人希望月族能够明白，为何他仅用了2日就收下了悉达多，而月族却要等上2个月。接下来，仙人正式向他们进行授课。仙人告诉他们，内心滋生的欲望创造自然，也创造了思想，思想反之助长欲望，这是个无尽的循环。悉达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，那便是该如何摒弃他们。仙人这样回答：初学者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呼吸，我们用一侧鼻孔呼吸，会改变当下的每时每刻。用左鼻孔呼吸称为左脉或月脉，用右侧鼻孔呼吸时称为右脉或日脉。这2脉位于脊柱的左右两侧，我们沿着任意而行，最终达到中脉。悉达多按照这个方法来到树下，努力地静心禅定，可他的脑中思绪纷杂，始终无法进入禅定的状态。他来到河边寻找导师，请求他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。导师则告诉他，当你进入禅定，要像天空一样，思想如云彩来往，而心始终专注一处，集中在气息，这一些念头自然就会离去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悲伤与焦虑都会云开雾散。那时你就能感受到寂静，进入禅定。瑜伽经中认为，进入禅定会产生前印象，可抑制意念，让心摆脱负担，最终这种前印象就会消失，心与猿人合一而止息。导师的这些话令悉达多受益匪浅。这天，仙人正要开始上课，见悉达多并未出现，便询问当初引荐悉达多的那位气绝者。气绝者说，悉达多今日在林中修禅。仙人忍不住地发出赞叹，悉达多如此急切地想要通过禅定来获得智慧，并舍弃了世间的一切享乐，一心求道。听到这里，月族忍不住地打断仙人，并表示悉达多的牺牲可比不上他。他认为自己从前的身份一定会令在场的人震惊，他原是袁家最有钱的商人之子，如今却愿意舍弃一切来此修行。一旁的气绝者同样打断月族的话，说出了悉达多的身份，那可是净饭王之子，未来的迦湿国王。王储乔达摩悉达多。导师和学生们听后万般震惊，月族也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导师命他们先去乞食，待到众人散去，仙人久久未能回过神来，并喃喃自语道：他就是悉达多，他真的离家弃绝了。看来阿斯陀仙人的预言果真应验了。预言中说，悉达多将会指引人类脱离黑暗与痛苦，走向光明寂静之处。这样的仙人，即便是仙人也枉然了。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资格能教导悉达多。从此以后，悉达多便安心地在林中修禅，就连乞食也是交由月族代替，这让月族心生不满，故意将自己的乞食打翻，引起悉达多的注意，并诉说着自己的委屈。悉达多于心不忍，便将自己的食物让给月族，还主动找到导师，表示无需别人帮他代劳乞食。但仙人却告诉他，禅定远比乞食重要，我很清楚谁该禅修，谁该乞食。仙人转移话题，询问悉达多修行至何种境界了。悉达多说起自己禅修初期，感觉像在空中飞翔一般，逐渐失去了时间的概念，而后一切又变得虚无。但当他走出禅定，一切又都恢复原样，他仍然无法寻得安宁。仙人听后指点他继续深入虚无，万物都是人的想象。仙人的话令悉达多顿悟，他按照仙人的指示继续到林中禅定。月族嫉妒悉达多的天赋，于是就跑来故意打扰他。幸好那位气绝者及时出现并拦下了他。他严厉地训斥了月族的行为，还直言他们2人都无法达到悉达多日后的成就。月族进行道歉，并迅速地离去。可没过多久，月族再次出现在悉达多的身边，还在旁边烧起了火堆，故意将烟雾朝悉达多那边赶。他的这一行为再次被气绝者发现，他将月族拉至一边，狠狠地训斥。然而月族却解释道，自己早已放下妒忌之心，此番行为只是为了帮助悉达多，因为悉达多头顶的树上有一个蜂巢，阳光照进蜂巢，使蜜蜂到处乱飞，还有些飞在了悉达多的身上。若是蜜蜂叮咬悉达多，必定会打扰他禅修，所以
以月族才会燃烧苦楝叶，燃烧后所产生的烟雾可以驱赶那些蜜蜂，让悉达多安心的禅修。七觉者得知真相，知道自己误会了月族，并诚心道歉。悉达多在大家的照料下禅定了足足2日，他睁开眼时，导师早已等候在他的身边。这次禅定的感受令悉达多颇为感慨。他说，感觉身体如羽毛般轻盈，远远地在蓝天之上起舞，如鸟儿一般飞翔，又如云朵在上升。渐渐的，他又失去了对身体的感知，他就像一棵树扎根于大地，树干却伸向远方。接下来，他得到了一种无限的平静。仙人听后非常惊讶，悉达多仅用了短短2个月的时间，竟达到了仙人用70年才达到的境界。不得不说，悉达多可真是天赋异禀，智慧过人呐。